爱宝一脸苦恼地望着奶爸，问奶爸：“这个车怎么不动啊？要是能开着车去看看福宝，那该多好。”江爷爷表示，车钥匙之前都被爱宝吃掉了，开不走了。爱宝表示，那好吧。这周的宝家依旧是快乐的一周，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，从每天早上跟姨母卖萌开始，接着便开始了自己美美的一天。盛熙阿姨收拾竹子，姐妹俩过来暗示姨母又来串门了。串门哪有空手来的？姨母秒懂姐妹俩的意思，姨母放下手中的竹子后，便给姐妹俩拿来了小零食。姐妹俩倒是吃好了。一会儿爱宝来到园区时，辉宝没吃够，还想过来蹭妈妈一点。爱宝立马伸手表示不要过来沾边。爱宝对辉宝要过来满身抗拒，辉宝则表示不给吃的就捣蛋，一屁股就给妈妈的竹子坐塌了。欺负完妈妈的辉宝又来欺负姐姐，姐姐的竹子说抢就抢，完事儿还要躺在姐姐身上吃。辉宝妥妥园区小魔头，看不得别人休息，总是要黏着别人陪自己玩，只有别人陪他玩，辉宝才会开心。姐妹俩玩耍累了，一起来到饮水盆前喝水。辉宝趴在饮水盆上，看着眼前的瑞宝，感觉自己的姐姐真好，什么事儿都宠着自己。这时通道门传来声音，姐妹俩一起回头，这神童部的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。昨天瑞宝跟辉宝着实打爷爷们的脸，给姐妹俩准备的满床冰凉玩具没有一个喜欢的。瑞宝辉宝敷衍着爷爷拍完照后，一个爬上树去睡觉，另一个抱着小树玩了起来。冰凉小玩具就这样被抛弃在了一旁。瑞宝和辉宝总是有自己的想法。这时爱宝从室外园区回来了，爱宝看了一眼瑞宝和辉宝，确认姐妹俩都在，而且很安全后，爱宝坐在了小木床上，因为小木床上有爷爷们放置的胡萝卜。这时江爷爷看到小亭子上还是空空的，于是又扛来了一捧竹子。两个爷爷每天都在打破不能近距离接触成年大熊猫的理论。江爷爷淡定的进来，淡定的放下竹子，然后又淡定的离开，而一旁的爱宝就这样淡定的吃着竹子。瑞宝抱着冰冻冰靴玩耍时，头顶掉下来一根竹子，原来是辉宝醒了。辉宝学着爸爸的样子，正挑选着自己而瑞宝这里不小心把其中一个冰玩具推下了床。没一会儿，员工通道门口又开了，宋爷爷又走了出来，就知道室内的监控器前一直都有爷爷们的身影。宋爷爷把掉落在地的冰碗拿走，不然的话，一会儿冰碗化了，园区就成了泥潭了。姐妹俩肯定给自己弄得脏兮兮的。不过宋爷爷回去后，接着又回来了，给冰靴也拿走了一个。瑞宝怕宋3岁再次回来，立马给剩下的冰靴抱住，不让爷爷全部拿走，表示自己还要继续玩呢。而这时的辉宝吃了一会儿竹子后又睡着了，而爱宝吃完小木床上的零食后，去到饮水盆前喝水，喝完水便走来了瑞宝身旁陪瑞宝。辉宝今天想去室外，于是便学着妈妈以前的样子坐在门口等着。这时好奇的瑞宝也走了过去，辉宝看到后立马要给瑞宝赶走。辉宝这也是跟妈妈学的，因为以前爱宝在去室外时，姐妹俩要是跟过去，爱宝就会把姐妹俩撵走。于是辉宝看了后认为通道门每次只能出去一个人，所以辉宝这边学着妈妈的样子，试图给瑞宝赶走。辉宝折腾了一会儿，瑞宝不走，辉宝自己给自己气走了。不过辉宝很快就从不开心中走，因为宋3岁这时给辉宝送来了零食树。首先走向宋3岁的是辉宝，而盛熙阿姨则在一旁负责摄像。但瑞宝这里却对零食小树不感兴趣，咬着姨母的裤腿，想让姨母陪自己。盛熙阿姨让瑞宝去找妹妹，一起去分享小零食。瑞宝听了姨母的话，走过去摘了一个胡萝卜下来。辉宝这拿着竹子笔直的坐在小亭子上，向宋爷爷小零食其中的一个环节，像是个大熊猫支架。宋3岁想体验一下自己亲手投喂的感觉，但辉宝明显不给宋3岁面子，辉宝不吃。宋3岁宠溺了一会儿辉宝后，又来到了瑞宝这里，同时又给瑞宝拿了一根新的小零食过来。姐妹俩什么东西都是一人一个，这向来都是宋3岁的原则，从不偏心。最近瑞宝体型疯长，盛熙阿姨跟瑞宝坐在一排上都快坐不下了，这给盛熙阿姨挤得只能放进去一根腿。瑞宝不在乎，埋头狂炫姨母手里的小苹果，打算趁妹妹来之前都给姨母手中的小苹果吃掉。而此时的辉宝在小亭子上直勾勾地看着，盛熙阿姨眼瞅给辉宝馋坏了，给瑞宝这里强行留下一片小喂给了辉宝。一会儿盛熙阿姨又给姐妹俩带来了胡萝卜，有姨母在身边，姐妹俩都变得温柔了。辉宝给自己挂在小亭子上，让姨母自己拍屁股，很是调皮。
而瑞宝这里就这样坐在小汽车上，一边吃着胡萝卜，一边看着姨母和妹妹玩闹。圣熙阿姨在姐妹俩之间来回走动，挨个宠溺。辉宝看到圣熙阿姨去陪妹妹了，又莫名的吃醋了，一生气爬到了树上。辉宝是宝家吃醋最多的，虽然平时大大咧咧的，但心眼贼小。每次看到爷爷和姨母陪姐姐玩，辉宝都要过去凑热闹，要不就自己一个人跑去生闷气。圣熙阿姨陪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，又去给爱宝拿竹子，而爱宝此时也在室外园区玩耍够了，在通道门口呼喊圣熙阿姨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室内。圣熙阿姨给爱宝放置完新竹子和胡萝卜，然后走去室外园区控制室去给爱宝开门。瑞宝看到姨母走了，立马从小车上下来，爬上了小亭子。瑞宝被小亭子上的竹子扫了一下鼻子，这让瑞宝鼻子痒痒的。瑞宝用小手给自己挠痒，这模样和人类小孩一模一样，人里人气的。瑞宝给自己挠完痒后，一溜烟爬上了小树，打算和妹妹睡会儿午觉。瑞宝真是太喜欢宋三岁给自己按摩了。宋三岁今天来到园区后，姐妹俩一个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一个趴在独木桥上。宋三岁来到正趴在独木桥上的辉宝身边，宋三岁坐在辉宝身后，辉宝没有任何抵触心理。宋三岁给辉宝按摩的时候，辉宝小肚子很是 Q 弹，这柔软程度，这手感，任凭谁看到了都忍不住也想要体验一下。按摩完后背，宋三岁还给辉宝拉伸了一下小腿，这样可以缓解一些辉宝的腿部疲惫。宋三岁的手法很是专业，舒服的辉宝小尾巴都一翘一翘的。辉宝后背按摩完，还调整了一下姿势，让爷爷再给自己按摩一下前面。辉宝是懂小学，但是瑞宝这里也不能冷落了。虽然瑞宝姓姜不姓宋，但也要同样的安排到位。宋三岁在给瑞宝按摩时，辉宝假装不在意，扭过头去不看。但是辉宝抵不住身体的诚实，很快从独木桥上爬了下去，走去宋三岁身边，一个劲儿的往爷爷怀里钻。典型的大熊猫争宠行为，在一只熊身上看到了吃醋的表现。而瑞宝不愧是做姐姐的，自然有做姐姐的样子。妹妹在享受爷爷的按摩时，没有过去打扰，而是在一旁自己玩自己的。一会儿，江爷爷也来到了园区。这时，宋三岁意识到自己在园区玩的有点久了。不过宋三岁走后，江爷爷又接手了。两个爷爷对姐妹俩真是轮番疼爱。等两个爷爷都玩够了，爱宝也回来了。这时辉宝又给姨姨们展示上了自己的土豆腿。区分姐妹俩的话，看姐妹俩的腿也可以轻松分别出来，一眼看过去就感觉腿很短的，那就是辉宝；如果一眼看上去修长的，那就是瑞宝。虽然辉宝腿短，但是腿上满是不服与傲劲。瑞宝走过来嘲笑辉宝腿短，辉宝不服气，姐妹俩又在园区展开了一场追逐。而这时刚好通道门打开了，爱宝今天没有犹豫和墨迹，看到通道门开了后直接走了回去。而瑞宝这里也趁机跟上妈妈一起回了家，辉宝则又爬上了小树。圣熙阿姨在通道门里开始呼唤辉宝，辉宝听到姨母呼喊后便开始往下爬了。辉宝现在是很听话的，随着圣熙阿姨的声音越来越急促，辉宝的动作也越来越快，很快便走回了家。而今天下班最晚的依旧是乐宝，乐宝这里同样的还是在自己的小亭子上没有待够，任凭姨母怎么喊，乐宝都装听不见。